次见到我的时候，你在想些什么？这个人似乎总是在撒谎，没错吧？那么我就要提问了，如果一个骗子，不，一位欺诈师，当他对自己的谎言毫不掩饰时，这能不能被称作坦诚呢？对了，你现在应该很困惑吧？这家伙是谁？为什么要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？哎呀，很抱歉，因为在这里，如果没有一些声音的话，一定会令人感到害怕的吧？就像是我刚刚被丢进这里时所感受的那样。没错，这里就是我的视野，我的世界。如你所知，因为一个滑稽的理由，我被打造成了恶念的囚笼。自此之后，整整5万年的时间里，那片黑暗就是我的世界里仅有的事物。5万年呐，你能理解它的漫长吗？我能听到外界的声音，听到我自己在说些什么，但那一切遥不可及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时间被一种天体分割为白昼与暗夜，而在我的世界里，时间只被分割为无穷无尽的憎恨。我每一天都在渴望有新的恶念被放逐到这里，我所在的地方。总有一天，这里将会无处容身，被极力掩盖的暗淡会一举暴露，再将我们所有人导向毁灭，同时自我解脱。但往事乐土的运作不同于现实，这里是一潭死水，而恶念的诞生需要土壤与浇灌，所以恐怕我的刑期永远也不会了结。但会感到绝望的人不可能成为恶人。我是维尔薇，5万年的黑暗一样奈何不了我。我在等待时机，因为它总会到来。所以当一位律者造访往事乐土时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可惜他并非崩坏的代行者，甚至有些过于循规蹈矩，令人失望，直到离去都没能引起维尔薇的注意。但很快他又回来了，并且这一次他带来了另一样东西，暂且用它来称呼吧。对于往事乐土，它将化作一场可怕的灾难，而我向来乐意推波助澜。当然了，维尔薇立刻就发现了它的存在，但因为天才的交金，他将它误认为了另一种事物，曾经那场实验的渔获。他很快就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，对方轻而易举地侵吞了他，即将夺走他的所有。也正是在这时，他犯下了第2个错误。他想到了一个后备方案，也就是我。没错，就像他销毁自己其中一个思维领域，用以摆脱戒律时那样，我被当成了又一个牺牲品，用以承担他对他的所有侵害。5万年来，我第一次被释放，
却立刻要接受一场处决。5万年来，我又一次得以看见世界应有的样子。我诞生的地方，我与他的重逢，却将伴随着死亡。但我并没有感到不甘心。无论如何，这是多么精彩呀！在亲手推我去死的时候，他反倒成为了恶。那我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？除了背叛，你还能给出更好的答案吗？瞧你的表情，似乎不太相信我呀。让我猜猜，是觉得他根本没有放过我的理由？既然他原本就能轻易击垮维尔威，那多一个我这样的帮手又有什么意义？答案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没有。我想，他之所以愿意饶我一命，只是觉得我们渴求的事物完全一致。但之后就并非如此了，因为一成不变的乐土中还存在着唯一一个变数，不是吗？我？是啊，一个并非记忆体，还能让他感到无可奈何的存在。如果有人能将这个变数抹除，以此交个朋友，不过分吧？所以你才要想方设法让我进入你的思维。这应该算是阿波尼亚给我的启发，虽然只是暂时性的，但现在你就在我的思维之中，而我将分割出一个新的区域，用他们囚禁我的方式将你置入其中。而这一次，时间将是永恒。还是有好消息的，至少我没有所谓的恶念需要由你来承受。只不过，这样还算不算活着，可不好说喽。其他的威尔威呢？全都被我干掉了，虽然有些不舍得，毕竟都是我嘛，但不能留下任何隐患。幸好我还是挺擅长模仿自己的，对吧？所以，艾莉西亚、凯文，还有梅比乌斯，这就不能告诉你了。我知道，套话是你一贯的伎俩。说过了，刚才的一切都是一场演出，所以台词也经过了字斟句酌。我当然会确保你不会发现击败我的线索。我可不想当那种因为多嘴多舌而失败的滑稽反派。那他呢？他？帕朵菲利斯，一个妨碍不了你阴谋的人，他只是想活下去。啊，确实，我也说了，它只是一场意外。毕竟我做这一切也只是为了活下去。既然我从世界上消失是善者能安然生存的代价，那反过来的话，你怎么不能接受了？我明白了。既然你提到了那么多自己的想法，那你知道此时此刻我在想些什么吗？现在我正在面临一个完全由恶念组成的个体，他决定置我于死地。没错，他在逐步推进自己的计划，一个可能会危及现实的阴谋。表述的更准确些，应该说一定会危及现实。可对现在的我来说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我
心里在想的只有一件事。很简单，我想跟牙医姐交个朋友。我还没有给过他回答。而你让我的朋友因为如此荒谬的理由牺牲，那么你也做好觉悟，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吧？被削减了那么多次以后，还拥有动用全能的余力吗？好吧，我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代价了，但也可以好奇一下。雷之律者，既然人们都喜欢悲剧英雄，那接下来就用你注定失败的挣扎来为这场演出响起落幕的前奏吧。思维是如何进行分割的，现在你有幸亲眼见证了。很快这片区域就会成为一个被就此隔绝的囚笼。啊，不对，应该说墓穴。他要将这片区域从思维中分割出去了吗？不，我绝不能停留在同一个地方，得尽快离开这里才行。只要不能确定我的位置，他就无法确定分割的范围。吕万，你就这么想让我把自己的思维分割得太零碎吗？于浮沉，还是待在原地，更能节约彼此的时间呢？就是这里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很聪明嘛，只要不停留在一个地方，我就无法顺利的进行分割。不过，我为什么一定要跟随你的步调呢？什么？形势就是这样，我完全可以不采取任何手段，静静地看着你仓皇逃窜，等你终于耗尽体力，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，我再轻轻切下一刀，不就结束了吗？而你虽然明知这一点，却还是不能在任何地方稍作停留，否则就会立刻被置于死地。很有趣，对吧？多么像是大多数人的一生，狼狈不堪，明知前方只有不知何时会到来的死亡，却又不能止步。似乎忘记向你说明了，这里之所以会是你看到的样子，也是拜你所赐呢。感谢你向我展示自己的全部，我才能见识到后世的恶意，用来埋葬后世的律者，再合适不过了，对吧？又回到这里了。他说的没错，这样下去也只是在拖延时间。我必须设法创造一个能与他正面交手的机会，否则虽然很冒险，但也只能这样做了。只有亲眼见过一次分割，我才能知道自己究竟能否从中逃脱。啊？这么快就放弃抵抗了？多挣扎一下嘛，我还没看够呢。唉，好吧，那就到此为止，永别啦，我最亲爱的好观众，
雷电牙医，我没记错你的名字吧？来吧。果然，我猜的没错。既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，有些代价他并不愿意承受。终于停下了吗？是我刚才说的太多了吗？恐怕是另一个你说的太多了。威尔威曾经告诉过我，他只将自己的思维分割成了8个领域，原因是如果继续下去，就难以维持每个区域作为天才的标准。你的思维终究是有总量的，而且相当珍贵。既然如此，刚才那些失败的分割，想必让你损失不小吧？所以呢？来赌一赌吧。我所能抵达的领域和你愿意舍弃的领域，哪一个的范围会更加宽广？在追击雷光之前，你会先从天才沦落为傻瓜吗？你应该不会认为我无法看破你的意图吧？认为和我正面交手是唯一的机会，是吗？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样。又或者，我们就一直在这里相持不下，直到外面的英杰们查出真相。这会是你更愿意接受的局面吗？唉，真可惜。我原本想更加公平地结束这一切，但你不愿意珍惜这个机会呢。哼，算了，虽然事情会变得麻烦一些，但既然欣赏不了你的绝望，欣赏你的痛苦，似乎也不错。雷之律者，你有没有被人折断过四肢呢？很不幸，我和你曾经见到过的英杰不太一样呢。我没有想从你身上得到的东西，这也不是一场试炼或者考验，这是真正的演出，或者折磨。啊，的确有2下子。不过，如果你也面对过上一个时代的律者，就能明白我刚才的夸赞该有多么违心了。这是……看来我的朋友开始不忍心了呢，真可惜啊。这样你在死去的时候露出的表情就不是无能为力，而是对手正在作弊的不甘了，真无趣。我的攻击似乎对他没有任何作用。继续。我的确说过自己不喜欢玩那种逗弄猎物的游戏，但那只是在有可能失手的情况下。既然胜局已定，我倒是不介意消遣一下。终于死心了。朋友。没错，也不能总是他的叫吧。不过回来的要比我想象中更快一点呢。看来解决千劫并没有那么困难。千劫？好了，陪你演了这么久，像是在哄孩子一样，让你误以为自己是个聪明人。非常抱歉。你一直在等待这份力量。这很值得惊讶吗？我早就说过，它是能让任何记忆体都变得不值一提的存在。既然如此，我能通过成为他的代言人，来获得与你甚至任何一位英杰相抗衡的力量，也没什么奇怪的吧？花了那么多时间猜谜，
自以为识破我一个又一个谎言的时候，却没能发现自己分析出的真相恰恰是另一个谎言。从你踏入这里的那一刻起，我的目的就达成了，不管后面再发生什么，那都不重要。你……好了，我已经开始感到厌烦了，永别啦，可爱的观众，要尽量哭得大声一点哦，毕竟被自己的愚蠢推向死地，也算是件值得懊悔的事吧。你似乎也太确信那份力量能够击败我了。既然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力量，那何来不可战胜的说法？从未接触过？不，那可是你带进来的，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迟钝？好了，这是落幕前的最后转折。事实上，我可不喜欢扮演木桩，更没兴趣和你做那么多肢体互动。刚才之所以不做任何抵抗，现在你知道原因了吗？这种感觉是……所以接下来，我们来聊聊你吧。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。在那短短的一瞬，我确实见到了他，崩坏意志。自然，对于我的提问，他也没有给出任何有价值的回答。是那个时候。威尔威，你口中的他，是另一个律者。